陆九婉睁开眼，无数陌生的记忆尽数在他的脑中快速闪现，这些信息蜂拥而至，堵得他脑袋炸裂。但归根结底，他现在有2个身份，一个是无影门的顶级媚杀，一个是以世家之女身份嫁入晋王府的王妃。除了头痛欲裂，陆九婉还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奇怪，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他体内啃噬着。痛，但更有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欲火焚身的焦灼之感。他极度渴望着什么，体内在痒，可他不知道从哪里挠起，好像是脚心，好像是心口，又好像是下体。半清醒半糊涂的双眸打量着四周。这是一间精致的古代女子卧房，瞥向身下，此刻她正躺在贵妃椅上，神色怔愣。她这是穿越了？脑中不停翻涌的信息无声解答了她的疑惑。是的。陆九婉眉梢挂上喜色，唇角缓缓勾起，终于离开了那个满目苍夷、寂寞如雪的末世世界。娇软的手臂将软绵绵的身体支撑起来，刚准备探索一番自己的身体，以及查探一下随行空间的东西是否能够取出来，就听吱呀一声，门被轻轻推开。王妃，该启程回晋王府了。陆九婉知道现在自己正处于一处寺庙里的女用客房里，是和自己这个身体的王爷丈夫一起来祈福的。寺庙寝殿大堂，玄衣男人的双眸赤红，周身气场带着压抑，维持着面色如常，高大的身形稳重地端坐在大堂的上位，旁边一位白衣男子正在为他把脉，不一会儿收回手，有些戏谑地道：王爷，您这是中魅毒了还不轻呢，好像还是新花招，没见过。可解？能解，却没说如何解。玄衣男人整理衣袖的动作顿住，轻抬眼眸，斜睨向他。解药自然就是王妃，这种毒最简单的有效解法，我估计是有世家女子打您的主意，或者是您碰巧沾了什么。至于是什么药物，还得仔细的研究探查一番才清楚。不过这一次，臣必须郑重的再次提醒王爷，您本就是肝火旺盛、易躁易怒，时常双目赤红，一直隐忍吃个药也不是个事儿，久了对您的雄风也会造成伤害的。玄衣男人陷入沉思，赤红的眸中带着薄薄的烦躁之意。就算王妃身份是个问题，但是不管如何，她现在都是您的王妃，更何况就算您不喜欢她，你侧妃就是了。而且您可是南晋国女人口中最佳夫婿排行榜第一。闭嘴！陆九婉的身体被强烈的刺激着，依靠着丫鬟的搀扶走到了外面。隆重的马车对辇已经整装待发，在丫鬟的搀扶下，陆九婉朝着一辆高大奢华的马车走去。临近马车，她抬眸，正对上一双直直看向自己毫不避讳的寒冷深邃的眼睛。他就是这身体的丈夫帝江。对上陆九婉眸光的一刹那，帝江平静的眸色微动。陆九婉什么时候敢直视他的目光了？对上自己的目光竟毫不避让。陆九婉淡然收回目光，走进车辇。帝江伸出一只修长的大手，他垂眸瞥了一眼，无视向前，衣袖擦过他的指尖。帝江身后的一排侍卫眼睛瞪大，忙收回目光看向远处。王妃是拒绝了王爷的搀扶吗？迟来让王爷等待，不请罪，还避开了王爷的搀扶，好大的胆子！踩着马扎上去，脚步虚浮无力，抬腿跨上马车的时候，身体一软，向后摔去。身旁的丫鬟们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阵秀风扫过，王爷已经将王妃抱在怀里，像是抱小孩一样。帝江脚步沉稳地抱着她上了马车。马车内十分宽敞，装饰精致舒适，她被放在一侧柔软的卧榻上，帝江则坐在另一侧。出发！这！随着外面命令的传达，整个队伍开始动了起来。陆九婉的目光直白地打量着男人，看起来身强体壮，干净讲究，长相俊美，主要他还是这具身体的丈夫。做吗？何意？成年人一起睡个觉，不懂？就是你和我。放肆！帝江蹙眉冷声打断，想不到这女人就离开了眼前一个时辰，竟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说话如此梦浪轻佻，哪有一点王妃的端庄模样。
马车摇摇晃晃了2个时辰，马车停下的时候，陆九婉躺在软榻上，潮湿的头发胡乱地贴在脸上，带着一种凌乱娇弱的美。帮我把头发整理一下，我看不见。陆九婉见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打量，知道自己的异常举止早就引起了他的怀疑。呵，他才懒得管，随便怀疑去吧，哪怕就是知道了他的真实来历又如何？大不了促膝长谈一番，跟他讲讲5000年的故事，他能给他从文明的起始讲到文明的衰落。喂，帮我弄下头发，不然我就这样下车了。帝江忍着迷茫将发钗一个一个扶正，又将她凌乱的头发抚平。好了没有？急什么？没喂饱你吗？怎么说话的语气像个怨妇？你放肆！我还放舞。陆九婉站起来准备出去，刚站直，腿就一软，跌坐回去。帝江眼疾手快地握住他的手臂。本王抱你进去。那岂不是放5、6、7、8、9、10了？本王非不劳王爷大驾，自己走。帝江心里想，人真的有可能会被气死，这次有准备了。陆九婉再站起来的时候，腿能支撑住，一溜烟的功夫，人就下车了。回到寝宫，你们都退下吧，这里不需要你们伺候。回退几个丫鬟，陆九婉开始检查自己的空间，里面应有尽有的物资还在，尝试着拿一面镜子出来。下一刻，空间里的镜子出现在手上，看着手中的镜子，她的心情彻底放松了。身为御史大人家的小姐，被送到杀手营训练成为工具人。杀手组织的媚杀被安排进入选妃队伍中，一系列精心谋划之后被选为靖王妃。呵，有意思。不过凭什么以为他陆九婉继承了这具身体还会受你们摆布？王妃，王爷给您送东西来了，拿进来。丫鬟快速跑进来，将手中的白瓷瓶递给他。陆九婉接过，反反复复打量了一遍。这是什么？送来的丫鬟告诉奴婢，王爷交代说是专治擦伤的。她是王妃的贴身丫鬟，跟了一路，当然知道什么擦伤。说这话的时候脸蛋红红的。行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身上的衣服落地，紫痕遍布的身体泡进浴池的一瞬间，刺痛感又袭来，一切都在提醒着之前这副身体经历了什么。靠在浴池边上，陆九婉慵懒地仰头闭着眼，第一次尝到男人的滋味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挥走眼前的场景，身上的刺痛感适应之后，陆九婉舒坦地靠在池边，望着窗外的夕阳，这和她在末世看到的不一样，末世里连夕阳都带着沧桑的味道。早上，门被敲响。王妃，辰时到了，你该起床用早膳了。陆九婉睁开眼，雅致宽敞的木床，轻盈柔美的床帘，平静的时光。原本以为换了个世界会睡得不踏实，却没想到睡得比在哪儿都安心。这一身舒坦，起床后任由丫鬟给她换衣服。当2个丫鬟看到梳妆台上把人照得一清二楚的镜子时，均吓了一跳。王妃，这是王爷新送来的宝贝吗？好清晰的梳妆镜啊。王爷对王妃真是宠爱有加，恭喜王妃。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王爷送的东西，昨天睡前2人当班的时候都没有的，就是等不及连夜就送来了吗？这是他应该的。王妃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，之前冷若冰霜的同时还知道讨好王爷，但现在平平淡淡的，却不把王爷放在眼里了。早饭过后，按照原主的日常，要么再偷偷寻找机会了解王府的秘密，要么就是去弹琴、练字、读书。但他又不是真的陆九婉，他要去外面看看，看看这平凡但是又安宁的世界。王妃，您是要去练琴吗？练琴？他没回答丫鬟的问题，继续边走边看，入眼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。眼看着王妃往王府的大门走去，2人赶紧交换了眼神。王妃，您是打算出府吗？可是不是应该先禀报王爷一下呀？随意外出的话，王爷可能会责罚。不用管他。可你们不想去可以不跟着，我自己出去就是，差不多晚饭的时候回来。陆九婉说完话也不等2人回答，径直走了。2个丫鬟哪里敢不跟着啊？脸色为难了一番，小跑着跟上去。王妃，那要不要准备马车？不用，本来就是走走，看看在马车上还看什么？
陆九晚站在街头，满目的繁华景象，抬眼就是高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王妃，您想要买什么？吩咐下人来采购就是了，当心冲撞到您。陆九晚站定，回头看着身后的侍女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王妃，奴婢叫白桃。好的，白桃，闭嘴，从现在开始，明白吗？是，王妃。你呢？奴婢叫白珠，奴婢明白了，没有王妃的吩咐，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。陆九晚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走，突然闻到一股猛烈霸道的酱香牛肉味儿。哎呀，刘记今天的酱牛肉又开锅了。是呀，这香味儿正宗。吃过2回，那味道真不赖，下脚更销魂呐。陆九晚鼻下清秀，寻找来源，是从前方不远处一家看起来干净清爽的店铺内传来的刘记酱牛肉。陆九晚毫不犹豫地踏步进去。王妃，您想要买什么？吩咐下人来采购就是了，当心冲撞到您。陆九晚站定，回头看着身后的侍女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王妃，奴婢叫白桃。好的，白桃，闭嘴，从现在开始，明白吗？是，王妃。你呢？奴婢叫白珠，奴婢明白了，没有王妃的吩咐，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。陆九晚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走，突然闻到一股猛烈霸道的酱香牛肉味儿。哎呀，刘记今天的酱牛肉又开锅了。是呀，这香味儿正宗。吃过2回，那味道真不赖，下脚更销魂呐。陆九晚鼻下清秀，寻找来源，是从前方不远处一家看起来干净清爽的店铺内传来的刘记酱牛肉。陆九晚毫不犹豫地踏步进去。客官，哟，是位夫人，您需要点什么？酱牛肉吗？我们家的酱牛肉可是全南京城最闻名的，您一定要尝尝呀。来2斤酱牛肉，白珠，给钱。他身上可没钱。白珠看向白桃，白桃摇摇头：“奴婢们出门急，都没带钱。回去还给你们。奴婢们真的没有带钱出门，今天也不知道会出来。”陆九晚盯着2人看了一会儿，又回头贪恋地看了一眼酱牛肉，从头上取下一根簪子拍到桌上。小二被惊了一下：“小姐啊，我们这里只收现银，不收抵押物的。”陆九晚就静静看着他。店小二为难地开口：“要不您先去当铺一趟，再说了，我也没办法给您的簪子估价呀。”白桃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开口说话：“夫人，我们还是先走吧，等会儿奴婢拿了钱，一定给您买回去。”陆九晚最后看了一眼酱牛肉，走了出去。白珠将他的簪子取回，跟了上去。陆九晚边走边看，始终没有看到当铺。街的尽头，烟柳、画楼、长湖、微风。湖边画楼之上，雕栏花窗，清风徐徐入内，赶走炎热。他最近动静很大，看来是有点着急了。谢明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帝江站在窗口，看着外面广阔的风景，轻轻回答：“怕他不成？只要他敢动，我们就动手。”说话的是一名少年，表情桀骜：“小王爷莫要轻敌，能坐上皇位的人，没有一个是简单的。不用你教训本王，本王自有分寸。”杨虎终将为患，遗诏的事情始终没有眉目。上次追查的线索又断了，对方私下动静也不小，我们必须要在对方之前找到遗诏。王爷，今天探子又收到一条消息，说当年带着遗诏逃跑的工人无意中逃到了北辽国。虽然消息不一定准确，但现在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能忽视，是否能暗地里加派人手去调查一下北辰国？帝江耳里听着谢明科的话，视线扫到江边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心脏蓦地收缩一下。湖边，白珠和白桃2人脸色愧疚地看着陆九晚凄凉的背影。没带钱，王妃现在连牛肉都吃不上。要不我回去拿钱？白桃小声和白珠商量着。不行，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和照顾好王妃，外面人多眼杂的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，我们当代不起。也对。然而陆九晚却怡然自得。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线正盯着自己，下意识转头对上不远处3楼雕栏内一道高大的身影，视线在空中交织，谁也没有收回，两相对望。
哥，你还想什么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当然是要调查清楚不可了。难道你还怕那北辰国不成？安排给慕白去做。哥，你刚刚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只是看到了一个人。哥，你看见谁了？他？不是。那是谁？帝江坐回桌边，端起自己已经放凉了的茶水喝了一口，没得到回话，帝寻就坐回来，坐在旁边看着他哥。帝江还是自顾自喝茶，眼里心里都没有他，一门心思在思考等会儿怎么问责他。没经过自己的允许，没有报备就擅自出府，他胆子好大。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，你们就先走吧，本王再看会儿风景。谢明科和帝寻对视一眼，两人眼里都是深深的疑惑，这是要见谁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很明显就是在赶人。他们可是连他最大的秘密都知道的人，还有什么事什么人两人不能知道见不得的？这湖广景色甚是宜人，忙碌数十日，今日终于得闲，定要好好欣赏一番了。臣也对这湖广景色甚是喜欢，这妖童元女湖光艳恋，此时此刻就想吟诗一曲。帝江举在嘴边的杯子半晌不动。王爷，有人闯上来了。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报告了这么一句。让他上来。门被敲响，三人齐刷刷朝门边看去。帝江望着门不作声，这女人竟然还知道敲门，就是不知道在请安。帝寻疑惑地看回帝江，又和谢明科对视一眼，做了个嘴型。谁呀？谢明科摇摇头。陆九婉又重复敲了敲门，还是没有得到回应。烦人，这男人莫不是忘记了自己昨天给他带去了多大的福利，既让他解了毒，又让他享受到了人间极乐，就这么卸磨杀驴。白桃和白竹两人跟在后面跟鹌鹑似的，又像是穿着单薄的夏衣过冬，瑟瑟发抖。砰的一下，外面白珠和白桃两人心悬在嗓子眼，随着门一打开，干脆飞出来了。奴婢参见靖王。拜见王妃娘娘。全场最冷静的两个人非帝江和陆九婉莫属。帝江坐着，眼皮清鲜，静静看着踏步进来的女人，心脏竟微微跳得快了些，视线不经意瞥过她的胸前，那里好像傲然了不少。带钱了吗？他没记错的话，这女人每隔1个月就要报一次信息，否则就会遭受惩罚。每月之期就要到了，还以为她是为此而来打探什么消息的，结果她怎么还有这般闲情逸致？带没带啊？下次还你，算借的。拿钱做什么？买肉吃。什么肉这么吸引王妃？叫丫鬟去买来，本王也尝尝。行，先给钱。帝江摸了下腰，静默一瞬。陆九婉看在眼里，无声叹息，起身欲走。帝江眉头一皱，这女人。站住！你又没钱。小寻，把钱给他。哥，你疯了！这个女人如此没规矩，大逆不道，你不责罚就已经是对她天大的恩赐了，还给她钱。此话一出，成功引起陆九婉的注意力。他的视线从帝江的身上挪到帝寻的身上，两人有5分相似。这小屁孩儿，你……陆九婉视线从他身上扫过，不理睬他。帝江又转头去看谢明科。谢明科虽然想不通，但是立马将钱袋拿出来，走到门口递给跪在外面的侍女。湖边画楼风光宜人，清风入室，沉香缭绕，屋内4人就这么静静坐着。陆九婉怡然自得地喝着茶，帝江悠闲地靠着椅背，掀起眼皮打量他。谢明科站在窗边，借着余光打量着陆九婉，看来他得提醒王爷一番。若是换做别的女人也就罢了，王爷宠爱有加，只能说明这女子有福分，但是偏偏这陆九婉就不行。先不说她本身的身份问题，就说她的家人站位问题，她这个王妃之位就坐不久。谢明科有些担心王爷就此沉迷于陆九婉，毕竟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何况陆九婉就是个顶级美人，而且她就是来施美人计的。今日出门是为何呀？玩。玩什么？随便逛逛，那肉闻起来还挺香的，就是忘记带钱了。你知道当铺在哪儿吗？你找当铺干什么？陆九婉从头上拔下那根被丫鬟取回来的簪子，留在桌上。我把它当了。你知不知道这簪子是我的大婚的第2天赏给你的？因为没有去洞房，所以第2天让人送去的补偿。
陆九婉看了一眼，是吗？不清楚。不是不清楚，好多记忆就是身体本人都要去回忆才能想起，他是真的懒得去想。帝江气节，德不配位，连这点都不清楚，还当什么媚纱，还当什么靖王妃？现在知道了，还不收回去带好？我为什么要带好？我说了要当了他。你很缺钱吗？本王从不缺你月例，还不够你花。陆九婉仔细翻找了一下记忆，好像每个月是会领到一笔钱，但是他花得很快，置办行头，打赏关系，几下就没了。不够。你简直不把王兄放在眼里，不仅要轻易贱卖王兄赏赐的东西，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，说话行事如此不知礼数，你陆家的教养呢？有你什么事？你问陆家去啊，又不是本王妃在管。还有，随便质疑别人的教养，你的教养呢？你，王兄，这个女人简直太放肆了。他可真有本事，轻而易举就能让帝巡情绪爆发。帝江想明白了，和这个女人说话，多说多气，少说少气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月例加倍。他将桌上的簪子拿起来，伸手略微熟练地插进她的头发里。但如是被本王发现你当了簪子，以后就取消你的月例，赏赐全部收回。哥，你疯了！反正有钱用就是了。你今天穿的这身还挺好看的，你们不穿裤子吗？谢明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咳个不停。臣被这美景忘了吸气，一下子呛到了。滚！是，臣这就告退。谢明科也待不下去了，反正也见到了庐山真面目。帝巡简直目瞪口呆，这女人怎是如此说话的，简直放浪形骸。帝江头疼的抚额。小巡，你也先离开吧。哼，王兄回去一定要好好管教一下，这样子还怎么配当晋王府的王妃？简直不成体统。两人一走，房间里只剩下两人。陆九婉乐得轻松，牛肉还不想分给他们吃呢。以后在外人面前说话要注意分寸，切不像刚刚那般，不许说混账话。我就问你们穿不穿裤子，哪里混账了？都穿这种袍子，做事情也不方便啊。并非所有人都穿这类长袍，你……本想说你多看看就知道了，但是怕这话一出口，以后他都盯着别人的下体看，那更不成体统。并非所有人都会穿这种长衫，衣服款式很多，劳作的人会穿这种比较简便的裤装和短衫。他真的是耐着性子在给他解答了。哦。又是一阵静默，帝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声问他：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药抹了没？看不见，随便抹了2下，冰冰凉凉的，还挺舒服。现在没什么感觉。这话听得帝江呼吸一滞，脑子里出现女人给自己抹药的胡乱场景，活灵活现的。才叫你说话要注意，这么快就忘了？你不是说在外人面前吗？自己说的话自己不记得？竟是他的错，他认了。一提到这事，陆九婉就心猿意马，光是回忆一番都让他眼神迷离。做吗？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话，听得帝江心头一悸。帝江看着他不说话，做不到拒绝，因为他的身体很诚实，但也做不到点头。青天白日的，像什么？好像昨天也是青天白日的，还是在室外。他坐在那里毫无动静，可脸上的心动早已经出卖了他。陆九婉站起来，低头就开始解衣带。帝江额角又跳了起来，噌地站起来握住他的手。你做什么？陆九婉怀疑自己刚刚将他的沉默理解错了，问他：你刚刚沉默，不是代表同意了吗？这里怎么行？这里怎么不行？你坐凳子上，我坐你身上。帝江额头的青筋都随着他的话在一阵阵抽动，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凑在一起，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是一幅鲜活生动的香艳画面。他的话成功将他的野兽全面唤醒。将心一横，一把将他打横抱起，朝着圆形拱门内走去。这是什么？内衣。女人家的贴身衣物不是上次那种吗？这是新发明的。帝江看着他的眼睛，又看回那精致的小衣服，这手艺有些奇怪。
但不得不说，比上次那小破布好些，能挡住又很美妙。快点，我还要吃牛肉。帝江气不过一把将他按倒，温热的呼吸打在他的耳畔，霸道的吻带着惩罚的意味，如暴雨般落下。2个丫鬟买了牛肉回来，站在门口轻轻敲门。王妃，奴婢们将牛肉买回来了。里面没有人应声，2人对视一眼，难道王妃已经离开了？正准备再次敲门，一道陌生的声音阻止了他们。在外面等着。2人顿时不敢乱动，老老实实的守在门口。这是王爷的影卫，他们只听说过，却从来没见到过。现在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，但是2人不敢东张西望。从艳阳当空到灯火阑珊，这一场突然的兴起才落幕。帝江怔怔地看着头顶的帐幔，他竟陪着这女人在这里胡闹了一天，荒唐又满足，果真是个媚杀，连本王都没能逃过。低头一看，女人的睡颜安稳舒心，对自己毫不设防。这该死的女人到底是想干什么？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赤裸女神，帝江扯过被子将2人盖住，慢慢又陷入沉思。白桃和白珠2人的腿都有些站麻痹了，关键他们还是站着听自家王妃和王爷的春闱秘事。王爷当真是好威猛啊！这么久，听说男人越久女人越幸福，果然王爷的优秀是从外到内的，怪不得都说王爷是全南界女人最想嫁的男人。机不可闻的吱呀声打断了2人的思绪，2人转身行礼。进车回府。白珠和白桃都知道这话不是对他们说的，果然一道声音自楼道边传来。是。马车行驶在宽阔的街道，华灯异彩，热闹非凡。进入空巷，帝江眼睛慵懒的一抬，里面满是冰霜。王爷小心，有埋伏。外面的侍卫提醒着。继续走。马车没有停，帝江俯身在陆九婉耳边低语一句：有点小动静，睡你的。陆九婉眼皮掀起一条缝，在他腿上挪了挪，找了个舒服的角度继续睡。帝江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，抬眸的一瞬间，气场全然不同。无数支冷箭从巷道各处射来，箭头穿破空气的声音，接着是冷箭和刀锋相撞的声音，乒乓作响。高俊的黑马嘶鸣一声就要倒地，侍卫抽刀斩断马绳，防止因为马倒地带动马车。冷箭放过之后，无数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堵住了巷道口2端，看起来今日在劫难逃，即便是武林高手，面对这么多人也难以抵抗。帝江知道今日在酒楼混了一天，被人钻空子是应该的。黑夜月明，杀！马车外仅仅6个侍卫，帝江一声令下，6人如利箭般从原地闪离，落地的一瞬间，血光四溅。陆九婉眼皮动了动，一股熟悉到让人作呕的气味袭来。他坐起身，帝江蹙眉看他。没事，睡你的。陆九婉沉默地摇摇头。果然杀戮在哪个世界都避免不了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鲜血。害怕？陆九婉还是摇头。不是害怕，比这恐怖几10倍。被成千上万丧尸围着的地狱场面他都经历过，只是厌恶不喜欢。为什么在这样安全的世界要有这么多杀戮？你来自不安全的世界？是啊。帝江心下怪异，只当他指的是受训的过程吧。陆九婉不再说什么，他起身，帝江眼神一冷，一把扯过他的手，抱着他一转，避开刺进马车的箭，手一挥，腰上一把软箭射出，穿过马车车壁，只听见车外一句闷哼，然后倒地。陆九婉的视线从他的腰上移到他的脸上。酷！帝江无语。好好待着。说着，帝江出了马车。白珠和白桃2人见到王爷竟然出来了，那里面就只剩下王妃了。这些黑衣人的目标是王爷，他们知道2人紧紧围在马车周围，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王妃。帝江一出场，所有黑衣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一瞬之间，所有人奋力朝这边杀过来。他们的任务是他。6名侍卫默契地结束身边的打斗，杀回王爷的身边，团团护住他。速战速决。是。黑衣人不会给他们商量战略的机会，齐刷刷的全部冲了过来。帝江从地上的人的身上拔出自己的软剑，冷眸微抬，朝着最近的人猛掷了过去，快准狠，
剑身穿过那名黑衣人的胸膛。帝江的身影旋即出现在他面前，从他的胸膛里拔出剑，冷漠的眼神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狩猎下一个目标。黑衣人满目震惊和恐惧的眼睛闭不上，倒下。在原地静默半晌之后，帝江转身朝马车一步一步走去，撩开帘子对上陆九婉的视线。陆九婉的视线落在他的手臂上，手臂受伤了。过来。陆九婉起身走过来，蹲在他面前看他。帝江手穿过他的腿弯，将他一把抱起就往外走。外面一片黑色的尸体，血流汩汩。帝江抱着他踏过尸体，稳稳当当地朝巷道出口走去，一步一个血脚印。6名侍卫伤痕累累，却前前后后护着帝江，防止再有人偷袭。白桃和白珠两人跟在身后，穿过尸群。陆九婉仰头看他，放我下来。帝江不言不语，也不看他，固执地往前走。陆九婉不再说话，随便他吧，正好身体也懒得很，根本不想走。路很长，他抱得很稳。帝江抱着陆九婉进屋，将她放在床上。陆九婉困倦地睁了一下眼睛，嘟囔着说了句谢谢，翻身背对着帝江睡了过去。谢谢。他说话总给人一种很新奇的感觉，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，又不能脱了他的裙子看，那药他应当还有。想起白天他说的看不见，随便抹了2下这话，又开始浑身冒火气。在床边站了好一会儿，竟没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离开。白珠和白桃两人也没想到王爷竟然能站好一会儿。你们2个下去休息，换人来伺候王妃沐浴洗漱，夜宵让人随时备好。是。帝江打量了一下他的房间，这里他从来没有来过，包括大婚当晚，女人的房间他也是第一次进，不算十分之粉气，尚且还能接受。帝江蹙起了眉头，他在想什么？他的视线瞥向床上被叠成四四方方的，像一块木头雕刻的豆腐模样的被子，谁这样整理床铺的？难道拜佛当真这般有用？他心底是不信的，他更相信这女人已经被偷天换日。长相一模一样的人他没见过，但是不代表没有。比如双生子，据他的观察，这女人变化的只有内部，这身体的躯壳是没有换的。这正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化的这么彻底？脑海中又是信与不信、怀疑和确定之间来回纠缠的场面。最后瞥了一眼侧卧的女人，站起身离开。门一关，陆九婉闭着的眼睛唰地睁开。王妃，奴婢们可以为您传膳了吗？传吧。用了夜宵，也许可以叫做晚饭。那边丫鬟已经带着力气大的粗使丫鬟把浴池里的水都准备好了。休息片刻之后，陆九婉挥退丫鬟，从空间里拿出自己的洗漱用品，进入浴池将身子和头发打湿，泡了半晌后开始洗脸、洗头、洗澡，最后用桶里的水冲干净，包好头发。对了，陆九婉猛地睁大眼睛，见过猪跑，也吃过猪肉了，没带套，那就得吃避孕药。古代男人哪里会考虑这些？他又不打算生孩子，靠，昨天就忘记吃了。听说有安全期，不知道是不是安全期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次就中应该没那么巧吧？好像这具身体不来月经，来年经1年才来一次，自己穿过来的前一段时间刚刚来过。陆九婉从空间里拿出一个露营灯，借着亮堂的灯光，这才看得清清楚楚说明书，服用了避孕药。外间的丫鬟看着屋内骤然亮了起来，心中猛地一惊。王妃是失火了吗？没事，夜明珠。丫鬟这下更心惊了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不可置信的脸色。这是什么夜明珠，竟然能让屋内亮如白昼？天底下竟然还有这般好的东西！王爷当真是极其宠爱王妃的，这般好的东西都拿来给王妃用。弄好这一切，陆九婉躺回床上，从空间里将自己之前的日记本拿出来，厚厚的一个笔记本已经用了1大半。写下昨天的日记，穿越第1天，实现小目标，搞了个男人，滋味不错，比想象的感觉要舒服，这个世界很安宁，很喜欢。又写下今天的日记，穿越第2天，他技术进步了，是个聪明的男人。哦，忘记备注了，他是这具身体的丈夫。另外，这个世界也不安宁，杀戮永远存在，但还算喜欢。写完日记，将本子扔回空间，拉过轻薄的绣花被子睡去。2个丫鬟轻手轻脚地走进隔壁浴室，却都木呆呆地看着浴池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怎么会有这么多泡泡？就算是王府的浣衣处用的上好的衣皂，也无法洗出这么丰富的泡沫来。看来啊，王爷外出得来的宝贝，通通都往王妃这里送来了。是呀，全都是稀世宝贝。王爷真疼王妃，这样的好东西都舍得给。前段时间王妃一直被冷落，还以为……嘘，先做事。咱们呀，还是不要在这里议论主子们了，小心扰到王妃休息，咱们可就完了。寂静的夜里，就算说话声音十分小，但还是传到了陆九婉的耳朵里。陆九婉不怕被人发现，但是也不会主动去揭穿自己的秘密。说实话，他不相信以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猜到他的来历。正好这些人自己给他找了借口，安心睡去。陆九婉醒来的时候，窗外暖黄的阳光照进了屋内的一角，还是没有完全习惯自己已经穿越过来了的事实，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才起身。来人！白珠一直在外面听着声音，听见王妃的声音就赶紧进来了。身后的丫鬟提着木桶，里面是洗漱用的水。王妃早安。请了安之后，一件件安排洗漱用的工具。洗漱完，陆九婉坐在梳妆台前，帮我梳头。是。昨天没事吧？奴婢没事，多谢王妃关心。你们都会武功？奴婢和白桃两人是王府专门训练照顾靖王妃的，拳脚功夫是奴婢们必须要训练的。在他们的印象当中，他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靖王真正在意的人。显然这位王妃进门之后并不怎么受到王爷的重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派他们来了，并且没有任何交代给他们。两人就糊里糊涂的当了差，也就尽心尽力的伺候着，不敢过问。但是这2天王爷对王妃十分宠爱，就说嘛，肯定是之前有什么特殊原因，王爷才故意冷落了王妃。不过他们作为下人也不会过多去揣测，只要知道自己伺候着靖王最在意的人，心里就安心了。早饭呢？白珠还没有回答，白桃回来了。王妃早安。王妃，王爷请您过去云鹤院用早膳。走。陆九婉看着桌上随意对他打了声招呼，便挨着他坐下。这是你今天早上让人去买回来的？叫你的丫鬟去买回来的，不是心心念念想吃吗？尝尝。陆九婉的目光从桌上那散发着浓浓香味的酱牛肉上移到帝江的身上。昨晚买的，你一个人偷偷吃了吗？帝江本和他静静对视着，心里涌着一股奇怪的甜蜜滋味。一听他的话，顿感扫兴，只想封住他的嘴，那嘴巴实在是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。闭嘴！得，恼羞成怒了。陆九婉也不惹他了，拿起筷子看了他一眼。你先吃，你吃了我再吃。帝江眉梢稍稍有了点满意之色。转而一想，难道还怕本王给你下毒不成？帝江平静地吃了一口，味道还行，倒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值得他昨天那般惦记。陆九婉见他已经动筷，就毫不客气地伸筷子。陆九婉尝了一口，麻辣爆香的滋味在口中蔓延。穿越前他就是南方人，喜辣，入嘴就停不下来。陆九婉一手端着碗，一手夹着菜吃了起来，不粗鲁，却吃得很香，很珍惜。两个人安静地用了早餐。帝江忙，本该匆匆用了早饭就离开，今日却陪着这女人在这里细嚼慢咽，也不是故意的，是做完才反应过来。最近他的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身上，明日就是15月圆之时，不知道他今日会有什么动静。本王有要事要忙，先行离开了。我也吃饱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请他吃饭，这话好新鲜。从膳厅出来，外间阳光明媚，有些晒人。帝江长身玉立站在廊下，瞥了眼外面的太阳，回身看他。若是怕晒，便在那边亭子里等着，待丫鬟送了伞过来后再走不迟。哦。帝江沿着廊下离开，转弯的时候头微微偏向这边，看了一眼。吩咐厨房换换口味，口味偏麻辣，菜备丰富一些。是，奴才记住了。陆九婉没什么事要做，王府里不需要他管家，自有帝江自己安排的人在管理，王爷也没有那些什么3妻4妾的来找他玩。陆九婉迈着闲适的步子朝凉亭走去，湖里的荷花开得正好，里面有5色的鱼儿在游。他坐在长椅上，趴在栏杆上面看下面游来游去的鱼儿。白桃朝陆九婉行礼。王妃，奴婢这就去取伞来，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
其实他不怕这太阳，只是不知道回去能做什么。在这里悠闲的吹着风也挺爽的。走吧，回去。正好走到云书院，一个丫鬟拿着一份请柬跑过来了。王妃，这是陆御史夫人送来的邀请函。陆家？就是我那个娘家。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陆九婉打开请柬赏荷宴，又看了时间地点。喏，认识字吧？看看这种赏荷宴我该穿什么带什么，去帮我准备一下，别给王爷丢了脸。他将请柬递给白珠和白桃两人看，古人最讲究这些面子功夫了，要是在外面给那男人丢了脸面，说不定以后的日子就没这么舒服了。白珠和白桃两人对这些事是有分寸的。赏荷，顿时心中对王妃的穿着打扮的基调有了大概的想法。王妃，应当要先给王爷禀报一声的。去吧。帝江早在陆九婉接到消息之前就得到了消息，坐在案前久久没动，半晌才回了话。让他去，告诉他在外面别给本王丢脸。王妃刚刚也说了，让奴婢们好好给他挑选衣物和首饰，不能在外面让王爷失了颜面。帝江听完，唇角微微弯了起来。他竟还知道顾着本王的面子，稀奇。你告诉王妃，不仅要面子，处事行为上也要注意分寸。是。白珠生怕王爷嫌弃了王妃，抖着胆子说了那么一句，还是有些后怕的。正午时分，陆九婉蹲在自己的院子里，地上插着一根笔直的干树枝，是他从旁边景观植株上折下来的。背后被太阳晒得快冒烟了，树枝的影子终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点，落在树枝插入的地方。他快速按下手中已经调到12点整的机械手表，指针咔嗒咔嗒开始转动起来。白珠拿着伞站在一旁，心里有些焦急。王妃这是在干什么？手里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？看着很是稀奇古怪。说是首饰的话，恕他眼拙，他觉得不好看，不如首饰匣里的各种玉镯和珠串。不是首饰的话，那又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哎呀，不管是什么好东西，非要去太阳底下吗？还不让自己给他撑伞？王妃的皮肤娇嫩的像是冬日里柔润白莹的白膏，哪里经得住这么晒啊？这要是晒伤了，按照王爷现在这么宠爱王妃，他们可能会受罚的。王妃，奴婢给您撑伞吧，您的耳朵都晒红了。陆九婉不在意，站起身来朝屋里走。王妃，这天气越发热了，要不要让厨房给您准备消暑汤？去准备吧。白桃正在里面给王妃挑选明日去赏荷宴穿的衣服首饰，见王妃进来，忙笑说：王妃，您看这套水纹金丝渐色裙怎么样？赏荷宴应当是都穿得比较清爽些的，这件不仅款式新颖独特，这两色搭配在一起相映成趣，绣工也是绝无仅有的，细看之下更加能够看出做工的用心。还有这套白色交领广袖叶地裙，您穿着肯定比花儿还美。首饰奴婢也选了几套出来，您可以挑一挑。白色的那套吧。好的，王妃。那首饰呢？陆九婉看着眼前琳琅满目、造型精美、设计独特的头饰、耳饰、项链、腰饰、首饰，这些衣服和首饰，他记得很久之前陵园购的时候，博物馆和首饰店里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人要，全都被他扫到空间里了。可能是出于保护的意识，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了比较可惜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他完全是依照自己的审美来选的。白珠白桃看了王妃选的，眼神都是赞赏。王妃，你选的真好。你们下去吧，我自己休息一会儿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。白珠和白桃退了出去。陆九婉打开空间的实验室，用采血针采了一些自己的血进行化验。他要确定自己身体到底中了什么毒，然后配制解药化解。见到自家王妃终于出来了，白珠白桃忙上前一步。王妃，要安排传膳吗？传，饿死了。在空间医疗室里待了一下午，他对自己的血液进行了各项检测，得出了结论，他中毒了。匹配了解毒的方案，在空间里给自己输了液，也吃了药，预计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能将身上的残毒清理干净。只不过晚膳还没有传来，倒是云鹤院的一个丫鬟来了。王妃，王爷请您去云鹤院用晚膳。下次让他提前预约。
起身朝着云鹤院去。丫鬟在前面带路，脸色有些见鬼。预约的意思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说王爷想要让王妃过去吃饭，还得提前派人来打听王妃有没有空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帝江端坐在餐桌后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玉冠束发，银纹青衣，区别于他穿一身玄色衣袍的霸气凛然，今天看起来芝兰玉树。香儿说你睡了许久，可是身体不适。今晚的菜很不错，饿死了，快吃吧。不过你下次要叫我一起吃饭的话，提前说一声吧，万一我有安排呢？本王问你话。有些困，没有不舒服。没有就好，担心他身体娇弱，别被他折腾出什么问题来。又安静的就看着他，不容置疑的说：明天开始，本王会安排礼仪嬷嬷来重新教你礼仪。帝寻说的对，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规矩。不学也可以，以后再如此行事，本王就给你多找几个礼仪的嬷嬷，一天12个时辰换着来教你。王妃该有王妃的样子。有大病。冷眼和他对视良久，本来兴致冲冲的过来吃饭，但是现在他一点胃口也没有了，过来挨训还不如回去吃泡面。去哪儿啊？先滚了。臣妾二字难以出口，老子先走了。站住！说过来吃饭。不吃。站住！站不住，天生喜欢走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帝江暗自深吸一口气，身后的丫鬟放缓呼吸，最好让自己隐匿起来，收回视线。帝江看着一桌的菜，放在桌上的手轻轻握成拳头，胸腔一团闷气。王妃，奴婢让厨房重新传膳吧。要多久？一来一回，肚子都饿空了。大概用不了1炷香的时间，奴婢先拿点点心给您垫垫肚子吧。何苦跟王爷置气呢？王爷桌上那菜多丰盛啊，王妃也是笨，先吃了饭再拒绝王爷吗？陆九婉真的饿到前胸贴后背，算了，1分钟都等不了，空间里随便搞点什么吃就得了。下去吧。哦，送一壶开水过来。进屋关门，被挡在外面的白珠、白桃一脸问号。夜晚，皎月当空，玉人立于月下。王妃回到云书院之后，没有安排传膳，只要了一壶开水充饥。帝江眉头蹙了蹙，喝水充饥，不是说饿死了吗？不知道安排膳房准备食物，这个蠢女人。安排膳房，给她送夜宵过去。是。清淡点儿。啊，是。 20几年了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一个女人气得睡不着。陆九晚意未寝，房间像是在里面藏了小太阳，很亮。一张桌，一盏灯，一支笔，一个日记本，旁边还有吃过的泡面桶，满屋子都还是麻辣牛肉的味道。只见那笔记本的纸上赫然写着：封建礼教害死人，害我差点饿死。帝江有大病，精神分裂症，少挨。记仇的陆九晚将笔记本合上，连笔一起扔回空间。拿起泡面盒子想扔进垃圾桶，发现根本就没有垃圾桶这个东西。站起来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门开的一瞬间，被关在里面的空气分子快速往外扑涌，好香，入心入肺的香，让人闻之馋涎欲滴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王妃吃了什么？帮我拿个盆和打火机，帮我拿个烧火的盆来。这里应该是用火折子。两人恍惚才回过神来。是啊，王妃。白桃，你进来把我房间里窗户全都开开，透透气。是。王妃，奴婢叫白珠，白桃比奴婢脸圆一点，肤色也白净些。白桃长得像蜜桃，白白的，圆圆的，您这样记可能会好分辨些。陆九晚一直记得是珠圆玉润，所以脸圆的就是白珠。知道了。白珠将全部的窗户打开，晚风穿过，带走了屋内的闷气。瞥见桌上颜色鲜艳的泡面桶，不敢多瞧，就退了出来。白桃很快拿着盆回来了。王妃，盆来了。拿着盆跟我来。满头问号的白桃和白珠两人只能跟着，也不敢问。王妃今天心情不好，都怪王爷偏要让王妃学什么礼仪。把盆放下。白桃将盆放下，陆九晚蹲下，将泡面盒子放进去，蹲在地上转了个方向，避风。
两人见盆中王妃要烧的东西颜色十分鲜艳丰富，上面的图案十分逼真，可惜王妃用身体挡着没看清。两人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是知道这是装食物的，很香。守着，我灭了再离开，别走水了。见王妃走远，跪着的两人互相看了眼。帝江走过来，看着盆里燃烧殆尽的东西，怎么回事？刚刚王妃在盆里烧了一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奴婢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食盒。食盒？哼，还知道饿，还以为开水能充饥呢。气性大，吃了东西连食盒都要毁灭。不过笨，偏要选这地方来烧，生怕他发现不了。什么样的食盒？颜色十分鲜艳，圆筒状的，很轻便的样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有点像纸做的。纸？油纸做成的食盒倒是常见，不过倒是没有见过在上面做图的，也不常见做成圆筒的，一般都是用油纸包住食物即可。他本就奇怪，无妨望着云书院的去路。哪儿来的？王妃回去就要了一壶开水，便将门关上了，奴婢们没有瞧见。躲着吃，之前就偷偷藏好的，像树鼠会藏东西。又望了一眼云书院的方向，转身离开。王爷，那灰烬看起来很奇怪，起初是软的，热气消散之后变成了硬块。帝江转回头来瞧了瞧他手心的黑色块状物，若有所思，缓缓闭上眼睛。陆九婉，不是陆九婉，陆九婉又是陆九婉，他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这场宴会结束之后会改变什么吗？王爷，门外来人。进来。来人一身黑衣上前，恭敬地呈上手中的东西。帝江看着他手里的小瓷瓶，伸手接过。药方呢？请王爷责罚。帝江的视线缓缓落到他的身上。很难吗？戒备森严，藏得十分隐秘，是属下等人能力不足，请王爷责罚。下去吧。以他们的能力都拿不到，说明真的藏得很好。去把谢明科找过来。是。门外，慕白应声离去。谢明科踏着月光来到了王府，进屋就见王爷手里拿着一个瓷瓶在把玩。这是新的解药，这一颗拿去研究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解药的秘方给破解出来。谢明科无语，真当他无所不能啊？我拿回去琢磨琢磨不简单。谢明科将解药收了，才好奇地问：怎么突然要破解这解药？难道是打算研制出解药，以此作为条件收拢对方的人？出去！谢明科暗骂捂不热的石头，铁石心肠。他连坐都没坐一下，水都没喝一口。从云鹤院出来，途经云书院外的时候，想到王妃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一时之间不知是喜是忧。喜，自然是王爷心有所属；忧，此人也许非王爷良人。不过不管是喜是忧，王爷自有思量。王妃，王爷让人给您送宵夜来了。陆九婉闻言挑了挑眉，是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，还是认错？不吃。王妃，好歹是王爷赏赐的，您还是收下吧。是啊，王妃，王爷这是关心您，王爷都让步了，您就算吃不下，尝一点也行啊。你们饿了，要不拿起来你们吃？又不敢，他认真的，不然要怎么处理？倒掉。下去吧，我不饿。丫鬟们退了出去，将门关上。陆九婉走到床边，蹲下，伸手将床底下的一块木板掀开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木盒，走回桌边，将木盒打开，里面有一些银票和一本折子。银票他知道，是原身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准备的，现在是他的了。把里面的折子拿出来，木盒放到一边，摊开折子，烛火跳跃，这是他来之前陆九婉就搜集到的信息。帝江、千丝阁、谢明科，这东西就是这个月要交的内容。这东西值一颗药，他现在就是块夹心饼干。选择帝江就意味着背叛组织，选择组织就意味着背叛帝江。他是个透明人，帝江知道他的身份，毋庸置疑。虽然原身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被发现，甚至还期盼着有一天能帮着组织除掉帝江，以后海阔天空。
在誊抄的时候，他将内容做了一些筛选，将其中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都去掉了。这份资料看似含金量高，仔细分辨会发现缺少很多关键性的东西。虽然心里有些忌惮帝江，但目前为止他对他还不错，给他买肉，给他睡，心底里还是希望帝江能赢，也觉得他定是最后的赢家。那个组织让他十分讨厌，威胁他生命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。将誊好的内容藏好，其他东西放回原位。王妃说不饿。帝江听罢，脸上一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，淡然得很。下去吧。都吃过了，当然不会饿。陆九婉从浴池里出来，安静地躺在床上，想着以后的打算。宴会过后，他的现状可能会被打破，他连这个世界都还没有熟悉，就要开始接受挑战了，真是到了哪里都闲不下来。他想要过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如果王府可以一直这么安静，他也愿意一直待在这里。第二日一早，白珠白桃便敲门喊他，在床上醒了醒瞌睡，才爬起来。马车停在王府门口，走到门口时，一辆高大精美的马车正好慢慢走近，停在了他的不远处。一人低头出来，缓缓抬头，眼皮清鲜，视线落到陆九婉的身上。帝江的视线落在他的脸上时，停顿了一下，随即步伐稳健地下来。回来了。帝江意外，主动说话，看来昨天的气已经消完了。可用过早膳了。这个时辰的宴会开席要到50过后。吃了。好看？有眼光，我自己画的。要是能换张嘴，可能会更好看。说到嘴，他的视线落在他的唇上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早点回来，本王等你。哦。御史府的门口，御史夫人携带众多女眷和丫鬟婆子等待迎接王妃的到来。终于见到晋王府的马车过来，御史夫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笑着迎上去。王妃一路过来辛苦了，先进屋，一会儿屋里再跟夫人小姐们叙吧。陆夫人和别人一样，没怎么见过她。她小时候就被送走了，安排她成婚前才回来的，匆匆见过2次就嫁人了。只是这次见面明显比上次见漂亮了许多。陆九婉从她脸上轻轻一扫而过，微微昂首朝御史府内走去。她一动，身后众人便都齐齐跟上，宛如一幅静止的画活了过来。曾见晋王妃。几人起身的动作一顿，王妃貌似和传闻中一样清冷呢。陆夫人上前一步，邀请大家坐下闲聊。绣花的桌布，满桌精美的糕点，珍稀的水果，瓜子、花生、果脯摆盘十分精美，就连茶壶茶杯都十分讲究。这位是左相梁怀的夫人和千金舒颜。陆九婉的视线在2人身上扫过，左相夫人长圆脸，纤眉大眼，上薄下厚的嘴唇涂成红色。她对着陆九婉微微勾唇，眼里没有多少敬畏。她的大女儿如今贵为皇妃，她的丈夫是朝廷左相，她又是长辈。梁淑妍也是纤眉大眼，圆脸丰唇，幼态精灵，眼神清澈直白，看着陆九婉，打量着她的衣着和相貌。这位是右相顾雍的夫人和千金玉清。右相夫人肤白颈长，面容富态，神色松弛，眼神和善。她坐姿端正，体态端庄。这2位是太尉大人萧肃的夫人和女儿战英，正好你们几个年纪相仿，有话聊。太尉夫人不如旁边几位生得秀气，骨架大，身量高，面容也英气。萧战英倒是还好，身量高却不显壮，一双眉眼略显英气，坐姿也不像顾玉清和梁淑妍那样端庄。这些日子天气好，看院子里的荷花开得热闹可爱，又想着大家许久未聚了，正好啊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聚一聚，赏赏花，散散心。梁夫人看也不看就说：这荷花呀，确实开得不错，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倒不是这荷花，反倒是路上那些奇花异草。陆夫人真的是费心了，在别的地方可不多见啊，就连王府估计啊都见不到吧。听说有些奇花异草的，一株就是价值连城。今日有眼福，一下子就见到了这么多。御史府到底是家大业大，根底深厚啊。
话题才开就说些让人不得不多想的话，真的是扫兴的高手。陆夫人脸色有些僵硬，谁都知道她家境一般，能嫁给陆御史都是靠着小时候的情谊，两人如今是嘲笑她附庸风雅，惹人笑话，又是嘲讽她挥金如土，铺张浪费，总的来说就是嘲笑她小门小户培养不出真正高贵的血脉，抨击她不如他们高贵。以前两人还不敢光明正大的挤兑她，如今萧夫人的大女儿萧子英贵为皇后，梁夫人的二女儿是皇贵妃，两人根本不把这个陆夫人放在眼里。陆夫人别扭的接话：大家得空应约前来，我特意让全府上下特意从各个院子里搬了过来，想着天气好搬出来晒晒太阳，当然也是想着多些个花花草草的热闹些，夫人小姐们看着心情也舒畅些。陆九婉耳里听着几人的聊天，感叹古人个个都是仁者，这么个应人的天也能聊，所以古代人平均寿命低的其中一个原因，估计少不了生闷气，懒得听。怎的不见王妃的姨娘？是呀，这么好的天气也不见出来走动，且王妃难得回来一趟，于情于理该出来见一见的，莫不是？陆夫人对这两人心里生厌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她就是不想让那个贱人出来。三姨娘今日身体不适，看了大夫说不宜见风，辰时服了药又睡下了，待到晌午时分估计又会醒来，这样既不耽误三姨娘休息，也不耽误王妃探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听说三姨娘生得极美，只是从来没有机会见过，倒是可惜，每逢宴会必定生病，这身体底子，唉，可怜啊。萧夫人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当家主母拦着她不让她出来呢。这身体好坏也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三姨娘确实体弱多病，这点婉婉最清楚的，是吧，婉婉？别叫我婉婉。不习惯，怪恶心的。白珠微垂着头，态度谦逊，语气却不卑不亢，柔声提醒：还请陆夫人称呼我们晋王妃一声王妃，您虽贵为御史夫人，可毕竟皇上都还要称呼王妃一声皇婶，您还是改口的为好，毕竟尊卑有序，您就算是王妃的嫡母，也不能越过了皇上。陆夫人错愕僵硬，脸色难看得很，胸口似被人用棉花堵着，一个丫鬟也配教训自己。陆九婉，你现在虽然是王妃，但母亲养育你一场，如今也是回了娘家，才敢轻昵的唤你一声小名，这样也成为过错了吗？一年轻女子踏步进来，犀利讨伐的目光准确无误地看着陆九婉。陆九婉眼皮一掀，轻轻睨她一眼。来人一身粉色衣衫，满头首饰，乍一看这姑娘长得不错，定眼一看一般。自古以来，人生五伦，孝子当先。女子出嫁并不是和娘家斩断关系了，出身是改变不了的。即便是飞上枝头当了凤凰，又怎么敢忘记这份荣耀是谁给你带来的？况且父母恩情大过天，出言忤逆，对父母不敬重，就是天大的不孝。难道王妃是打算当一个不孝的？本王妃是来赏花的，不是来听你叽叽喳喳学鸟叫的，学会说人话再出马。陆九婉，忤逆嫡母，辱骂长姐，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，果然是山里出来的，就是欠教养。白桃面色一沉，往前挪了半步。大胆，敢对王妃不敬！王爷特意交代，任何人敢对王妃不敬，就是对王爷不敬。敢对王爷不敬，姑娘莫不是无法无天啊！梁淑妍单纯清澈的眼睛流转之间，不经意间露出一抹讽意。传闻王爷对王妃冷淡至极，王妃的头衔不过是虚有的，王爷不会轻易爱上任何一个女人，更不可能爱陆九婉。虽说朝中之事女子不得过问，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的。如今朝堂之上两派势力，明面上皇上是天子，百官朝狗，实际上王爷的权势也不小，而陆御史站在了皇上的队伍里。所以王爷又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上一个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的女儿呢？就是不知道王爷为什么还是会选择娶她。当然，他的父亲左相也是站在皇上的队伍里的。方瑶，你住嘴！王妃是什么身份？
你是什么身份？就算你曾经是他的嫡姐又如何？如今他已贵为王妃，还不赶紧向王妃赔罪？陆夫人像个呼吸困难的病人，艰难地要求女儿陆道歉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凭什么给这个贱人道歉？王妃又怎么样？王爷又如……娘，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一个贱人打我！陆九婉脸色微沉，在白桃出手之前，手中的茶水准确无误地向上飞跃，泼在了他的嘴上。嘴这么臭，洗洗。陆方瑶疯了，怎么会？怎么有人敢这么对待自己？他可是堂堂御史千金啊，这贱人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侮辱他，气得全身发抖，失去理智一样的扑上去想要撕咬。还不快点把大小姐带下去！这个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，此时此刻他想打死她。陆方瑶被带了下去，亭子里格外安静，站得远远的几位夫人小姐满脸尴尬，大家相互看了眼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。让大家见笑了，方瑶她就这个直性子，脾性实际不坏，就是听不得刺激的话。虽说看别人家的丑事心里是爽快了，但报应就是伪装同情。方瑶还是个孩子，品性率真，难得。给你要。梁夫人已怕掩嘴，陆夫人感动，连连点头。是啊，天性率真，方瑶是个善良懂事的。陆夫人准备的这点心真是不错，大家都尝尝。玉琴，你喜欢吃甜食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娘。点心堵嘴，这一茬被接过，这回大家识趣多了，说话搭腔都温和了许多。你看什么？陆九丸冷不丁地掀起眼皮看向顾玉清，他一说话就引人注目。顾玉清心底一颤，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，明明王妃也不凶神恶煞的，反而挺安静的，但就是这种安静莫名有一种风感。王妃的妆容挺特别的，从未在南境见过。白桃知道王妃不爱交谈，观察了下王妃的脸色，骄傲地开口：王妃的妆是王妃自己画的，读这一份。众人一听，更是大胆地仔细端详王妃的妆。顾夫人感叹：王妃好手法呀，这妆容细腻独特，眼角似乎用黛粉描深了些，深邃灵动，脸颊上所用胭脂的颜色也十分特别，沉着收敛，口脂颜色也特别，不似我们常用的红、粉之色，此色更加自然朴素。梁夫人点头：顾夫人说到点上了，这眼角用黛粉描深，确实从未见过。萧夫人对这些不如顾夫人和梁夫人懂，附和道：那眼皮子上也是描了色的，你们看，闪亮闪亮的，眨眼的时候好看极了。陆九婉想起了悟空，那眼皮子也是闪亮闪亮的，论时髦还得是猴哥啊。在眼睑上抹胭脂的常见，却不曾见过用黛粉描色的，倒是新奇。况且王妃的妆容所用胭脂之色甚广，我们也从未见过。梁淑妍好奇地开口：南京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些新花样啊？昨天刚去逛胭脂铺，没有。众人朝王妃投去好奇的目光，陆九婉忍不住说了句不着调的话：有点想发财。白桃小胸膛微微一挺：是王爷特地给王妃寻回来的宝贝。王爷还给王妃送了一面清晰无比的镜子，还有一颗比太阳还亮的夜明珠，还有好多奇珍异宝，怎么可能？众人不信。在他们眼里，陆九婉被从山上请回来，就是为了替代陆方瑶的。陆家站皇上的队，肯定舍不得将最疼爱的女儿嫁给晋王，白白牺牲。没想到王爷那样清冷严肃的人，也有这样柔情的一面。王妃真是幸福。势头渐起，暑气氤氲，外面的人都回到了长廊、亭子、阁楼里避暑。陆家在阁楼各房间摆设了娱乐工具，供大家交流解闷。琴、棋、书、画，不大一会儿就听见琴声传来，欢快的笑声也传来。走，瞧瞧去，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。萧夫人坐不住了，陆夫人早就不想伺候了。正好，我去瞧瞧解暑汤准备好了没有。王妃不去看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玉清姐姐和战英妹妹情谊出神入化，
每次宴会上，大家都会请他们弹一曲给大家助助兴，想来今日也是少不了的。王妃不如一同一步去听听。要说琴艺，自然是没人比得上王妃的。闻言，大家都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来，选妃大典上是有琴艺关卡的，只是选妃大典并不像普通比赛那样允许旁人围观，只有考官们能1对1的一个个考核。但是有哪些流程，考核哪些内容，很多人都是经历过的，其中就包括顾玉清。那可更要请王妃和姐妹们指点指点了。最近有一首曲子，起调的时候怎么换都不对，总觉得高了或是低了。陆九婉原本懒得动，倒是对这些古人的琴艺和曲子有几分好奇。走吧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去处，夫人们自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去聊天，沿着长廊来到一座临水的小榭。小榭周围或坐或站着许多华服女子，安静听着里面的人弹琴，不时低语交谈。见王妃到来，众人纷纷避让。轮到你了，继续。琴声再次响起，懂琴的人认真听琴，不懂的人跟着瞎凑热闹。陆九婉听着琴声，不知道是原主本身的身体记忆，还是自己本身对琴艺的理解，才听得几分就挑出了一堆毛病。起调处高起低落不衔接，弹奏过程中断断续续，有的地方甚至都少了一拍，急的地方太急，缓的地方太缓。献丑了。不错。女子好生惊讶。啊？顾玉清看了她一眼，从王妃淡然的表情中品出几分善意来。谢王妃夸赞。玉清姐姐，好久都没有听你弹琴了，今日姐妹们可有耳福？战英妹妹刚刚不是还说有一曲想让王妃指点指点吗？战英妹妹先来吧。陆九婉往后靠在椅背上，偏头在白珠身上逡巡一圈，试图找点什么来塞耳朵。可是大夏天的，没有人随身带棉花。萧战英不等他塞好耳朵，已经坐下开始弹奏了，琴音入耳，还好，不炸人。战英妹妹之前说此曲起调的时候总是起不好，王妃可听出是哪里不对了？众人看向陆九婉，陆九婉刚好嗑完手上的瓜子，扔了瓜子壳，随口道：起调没问题，不专心，心不静，琴声没有意境。既然王妃都这样说了，还请做个示范，好让我们学学什么叫做意境。不如我先献丑，大家之后再听王妃的琴声洗耳。怎么能说是献丑呢？谁不知道玉清姐姐琴艺高超？我们好久都没听了，快让我们也熏陶熏陶。玉清，你太谦虚了，就你的琴艺，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过。周围的女子似乎对顾玉清格外热情，也似乎有意在陆九婉面前强调顾玉清的能力，让她表现一番。顾玉清也没再矫情，坐下调整了一下状态，周围一片安静，等待惊艳时刻。顾玉清姿态优雅的起势，动听的琴音自她指尖传来，曲风婉转动听，如梦幻般的画卷在眼前展开，渠上流水，茂林修竹。献丑了。这首曲子是最近比较喜欢的，练的次数不多，弹的不是很好。这曲子才练了几次就弹得这么好，玉清姐姐你真是厉害啊。萧战英加重了语气，视线扫了眼陆九婉。这晋南城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玉清了。梁淑妍提醒道。听玉清姐姐说，王妃的琴艺才是难进一绝，我们听过最好的琴声就是玉清姐姐的，没有见过更好的。王妃可否满足一下大家，让大家也开阔一下眼界？顾玉清其实也没有说过那句话，他之前的意思仅仅是因为不想在王妃面前居高。现在梁淑妍和萧战英两人轮番将她架到火上烤，顾玉清有口难言，艰难自救。王妃身份尊贵，琴音也只有王爷才能听，又怎会在大家面前随意展露？大家莫不是忘记自己什么身份了？陆九婉记着不能在外面给家里那个小气好面子的男人丢脸，所以今天这琴他要弹。顾玉清显然很强，光凭琴艺他不一定能比得过，但是他坐直，随意勾了勾手指。来，都坐过来一点。大家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才试探的上前。众人搞不懂王妃要做什么，白珠白桃也不懂。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女儿国的国家。话一出口，听得大家云里雾里，但瞬间就打起了精神。故事爱听。
有一天，这里的平静被打破了，女儿国来了4个身骑白马、手持长剑的英俊男人。大家眼神又亮了一分，不知不觉凑近了些。然后呢？士兵急速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国王陛下。国王陛下十分震惊，他们女儿国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男人了。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女儿国后面有条河叫子母河，女人只需要喝子母河的水就能繁育下一代，她们无所不能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女人在做，耕地、经营买卖、修建房屋、管理国家、传播教育，男人只存在传说当中。女子能做这么多事情吗？怎么可能没有男人啊？这不可能吧？喝水就能怀孕生子，不生男胎吗？生男胎不就有男子了？听到这里的大家不由发出阵阵疑问。陆九婉没有停下来解答他们的疑惑，继续。他们很快就被请到王宫里面，觐见了女王陛下。他们个个身量修长，面如冠玉，英姿飒爽，风流倜傥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。身着白衣之人名叫陈玄，此人玉质金相，举止文雅，心地善良。身着黄衣之人名叫孙武，他长得气宇轩昂，天生聪慧过人，武力高强。身着黑衣之人名叫祝鹏，他风度翩翩，憨厚单纯，大智若愚。身着紫衣之人名叫沙卷，此人剑眉星目，勤劳善良，内敛稳重。4个男人怎么够分啊？才4个。是啊，难道有很多女人分一个男人？哦，和我们现在一样吗？哇，和王爷一样英俊高大吗？嘘，王妃在呢。 4个听起来都好好呀，你选谁？嘘，先听完。4人得到女儿国热情招待。这一讲不仅吸引了全部的年轻女子，就连夫人们也慢慢靠近，侧着耳朵听了起来。这女王和侠士好新颖啊！陆九婉觉得自己在说书方面有极高的天分，在编故事上也有极高的天分。从开口到结束毫不犹豫，出口成篇，流畅至极。现场的人听得一惊一乍，笑声连连，激动不已，最后难过惋惜，泪洒现场。短暂的相处，怦然的心动。女儿国国王心系陈玄，提出要留他在女儿国做王，他做王后。他深深爱上了这个为他勇敢拼搏、救他于水火的人。而陈玄面对端庄高雅、柔情似水、真诚热情的国王陛下，不知不觉早已心动。可是他肩膀上还有家国责任，选择留下，他就能成为一国之王，拥有一个国家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但这却是对国家的背叛。身为男人，作为国家最信任的将士，他做不到。女王也不可能抛弃国家跟他离去，可这一去，前途茫茫，他注定错失所爱。两人在家国责任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，痛苦分离，心痛如割，万般不舍。此去茫茫，前路未知，未来不可期。从此以后，女王孤独地守着她的国家，房间里挂着一幅陈玄的画像，慢慢退晒。陈玄带着3个兄弟继续前往漫漫征途。陈玄不能先娶了女王再去取经吗？至少给女王留个孩子，也是个希望和念想呀！傻子陈玄。陈玄一直叫人家女王陛下、女王陛下的，是不是都还没有问过别人的名字呀？陈玄真讨厌。陈玄为了他的国家，放弃了做一国之主的机会，放弃了和心爱的女王相爱相守的机会。陈玄。其实，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，女王给他弹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他记了一辈子，叫做《女儿情》。你们可想听听？众人坚定又激动地回答。陆九婉看着眼前琴案上熟悉又陌生的琴，眼帘下重现曾经的光景，晃一瞬，以为时光穿越回到了从前，暗自做了下心理准备，轻轻抬起一双玉手，轻拢慢捻，转轴拨旋。大唐玉帝还不来战凤城鸾也？
悠悠，情悠悠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敢问王妃，此曲真的是女王陛下弹给陈玄的吗？那我一定要学会。我也要学。我也是。叽叽喳喳全是坚定要学曲子的人。外圈夫人们摇摇头，孩子们太不矜持了。可有人记住曲子了？玉清姐姐肯定记住了，问玉清姐姐肯定没错。大家听了曲，听了故事，又喝了解暑汤，心满意足地扎堆聊天。只知道王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没想到讲故事也那么擅长，比茶楼里的说书先生说的有趣多了，还一次性就说完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能被选上当王妃呢。陆九婉悠闲地坐着品茶，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。瞧，男人，本王妃在外面给你挣面子了，不信。用过午膳之后，大家纷纷朝陆夫人告别。陆九婉在这儿待了一上午，也没见到一个间谍来找她要东西。估计间谍都习惯月黑风高吧，抬脚就欲朝外走，被一个丫鬟打扮的人拦住。王妃，三姨娘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许久未见，想念您了。什么事？还有脸问？你说说今天做了什么好事？你说说，本王妃做了什么好事？你当初就不该叫你嫁给晋王的，有什么用？更不该叫你从小就送出去，应该留在我身边，至少还知道孝字怎么写。今日回府只顾作乐，完全忘记了我这个做娘的。九婉，你叫我好失望。陆九婉搜索着这身体里的记忆，她这三姨娘是个超级恋爱脑，一心都扑在陆御史身上，被爱了2年生了他，后面就被冷落了。后面原身刚4岁就不顾他的生死，把亲生女儿送出去当棋子，就为了博得那个薄情的男人的一点点怜爱。别说他现在占据了这具身体，就算是原身，对这个女人也没有任何感情。还有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在那么多人的面前，怎么和夫人说话的？她是你的嫡母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她，遭殃的却是我？最主要的，你怎么敢得罪大小姐的？她可是你的嫡姐，你竟然还用水泼她，你不怕你父亲责怪，我还担心怪责到我的头上来。三姨娘见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得不到回应，在下人面前她也挺没脸的。反正她现在是王妃了，自己也不能真的拿她怎么样，也就作罢，脸色难看的坐在一旁。说完了，说完本王妃要回去了。别乱走，你父亲交代了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在这里等着。说着出了堂屋，去了卧房重新审视妆容。他一走，留下陆九婉在前厅等着。陆九婉也不想大晚上有人翻墙进屋去找他，耐着性子在这儿等着，撑着下巴眯着眼。三姨娘打扮完过来，端庄的坐着，静候一个男人的到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御史才来。白珠提醒他，王妃，陆御史来了。陆九婉仍旧撑着下巴没动，眼皮半掀。瞅见来人，陆长安身高8尺，容貌端正，一把年纪了还给人世家公子的感觉。怪不得三姨娘是个恋爱脑，怪也是怪，偏偏陆大小姐没有遗传到。听说你今日在宴会上，不光是顶撞你的母亲，还泼了你长姐一身的茶水。陆九婉眉目淡淡的，陆御史教训。虽然你如今是身为王妃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们永远是你需要尊敬的人，你的礼仪教养都白学了。没别的事，本王妃就先走了。站住，成何体统！陆九婉，你不要忘记你王妃的身份是怎么来的，就算你当上了王妃，那也是我一手赐你的，送你上去容易，拉你下来更是易如反掌。那你先去问问帝江同不同意。帝江，你指望他能护着你？我看你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，不想要下个月的解药你就走，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究竟找我什么事？不是我走了。陆长安看着跟在他身边的2名侍女，挥了挥手，你们先出去等着。2人没动，看了眼陆九婉。陆九婉无所谓，去吧。 2人恭敬地退出去。你也回屋，我等会儿去看你。三姨娘脸色娇羞的也退了出去，临走前只看了陆九婉一眼，对这个女儿她没养在身边，
没有什么感情。他脚步轻快地离开，陆长安这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陆九婉。听说你现在突然得宠，常与王爷一起用餐，这东西每日加1点到他的饮食里。陆御史见他不接，又往前送了送。不敢吗？拿着，别忘了你的任务。要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，这个月任务就算完成。陆九婉这才伸出2根手指，将小瓶子拈了起来，转身朝外走。陆御史看着陆九婉的反应，觉得他变了，眉头紧蹙，看着他的背影提醒：别忘记了，你是皇上的人，是无影门的杀手，你嫁给帝香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只要把事情办成了，到时候皇上会给你解了身上的毒的，你再也不用受那噬心蛊的折磨了。就怕他临阵变心，站了靖王的队，关乎成败，关乎生死，谁也不敢大意。陆九婉头也没回，身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。无影门，一个杀手组织，帝玄义是这个组织的第3任门主。后来文太后大肆敛权，幕后之臣每家必须上交一个子女进入他的杀手营，美其名曰由皇家代为教养，培养优秀子女。也就是因为他舍得，他才能走到今天的位置。御史府仗着自己是王妃的娘家，连礼节都不懂，请知道请，送不知道来送。白桃边走边抱怨，堂堂靖王妃竟然被这样轻慢对待，什么娘家？参见王妃，王妃这边请。大胆，你是谁？2次3番请我们王妃去哪里？谁那么高贵，想见我们王妃，让她给靖王妃递帖子？陆九婉猜测，这回该是黑衣人了吧？黑衣人出现在陆家也正常，毕竟都是一个狼窝里的。带路吧。白珠白桃无话可说，面无表情地退一步，准备跟在后面。你们2个留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陆九婉交代完，就跟着丫鬟离开，留下白珠白桃2人气呼呼的干瞪眼。王妃真的心太软了。在丫鬟的带领下，陆九婉朝着一处空院子去，还没进屋，就见里面有一个男人。东西呢？陆九婉对他没什么好奇的，凭着记忆知道他就是无影门的人，果断地将袖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抛给他。那人蹙眉接住，有些不满他的态度，将陆九婉给他的东西打开，随便扫了一眼，便将东西藏进怀里，然后才扔给他一个药瓶。下一次需要拿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换。说完离开，快速消失在陆九婉的视线范围内。陆九婉打开瓶子，朝手心一倒，是一颗药丸。回到王府，帝江不在，正好陆九婉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他要好好研究研究这解药是怎么回事。宴会期间，各家小姐都说想要听王妃弹琴。弹的哪首曲子？王妃起先没有弹奏，而是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。讲。丫鬟凭着高强记忆力，一字不落地开始复述王妃讲的故事。即便没有抬头，但是怎么感觉她越说，周围的空气越冷呢？慕白和元苍2人瞧着自家王爷，只见他脸色一如往常的平淡，可谁都看得到他周身那一片薄薄的郁气。王爷怎么生气了？这个故事虽然离谱，但是还挺好听的，挺新鲜的呀。继续说。王妃的这个故事把在场的一大半小姐都惹哭了。哭什么呀？帝江不解，元苍也不解。慕白忍笑接话道：王爷，她们都是女子，多愁善感，一般听到这种凄美的故事都会异常感慨的。哭可能是因为被那女王和陈玄的爱情故事感动了，又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，小姐们觉得十分的可怜。丫鬟悄悄看了眼慕白，慕白大人好懂。继续。王妃说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，女王给她弹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她记了一辈子，叫做《女儿情》。慕白立马道：来人，拿琴来。丫鬟心里一突，立马准备跪下。帝江挥了挥手：不用。慕白退后，丫鬟松了好大一口气，暗自气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慕白大人。她是记性好，灵活变通，但她不是千金小姐，没学过琴啊。王妃的一首《女儿情》又听哭了一片。帝江压不住的唇角轻轻扬起一抹小小的弧度，耍小聪明。为了赢，先讲个故事将人带入情绪，然后再以琴音渲染。
宴会结束之后，王妃被人请到陆家三姨娘的院子里，隔了半炷香的时间，陆御史来了。没过多久，王妃就从院子里出来了。快出御史府的时候，又被人请走了。在一个无人的院子里见了一个人，王妃和那人给自己交换了一件事物。王妃很快就出来了，然后就回了王府。帝江听完，淡淡挥手，下去吧。一个下午的功夫，女王和陈玄的故事就传遍了南晋城大大小小的闺房。傍晚时分，陆九婉从房间里出来，研制解药没有那么快，分析里面成分也需要时间，主要这是中药，和西药的区别很大。不过距离下一个1月之期还有足足1个月。参见王爷。闻声，陆九婉抬眸，看见迎面大步走来的一群人。帝江高大俊美，气宇轩昂，沉稳霸气。他迎着他的视线走到他面前，略微顿足。陆九婉直杠杠地站着，看他想起什么似的，淡淡扯了一个笑容。本王妃今天在外面给你挣了点面子。说一下怎么挣的。当然是以本王妃高超的琴艺俘获人心，在场众人听得心服口服。是吗？本王怎么听说王妃今日在外面给别人讲故事？怎么了？讲故事犯法？帝江的心情一下子就烦躁起来，抓住他的手，迫使他停下脚步。他仰头看他，见他刚刚还晴朗的脸色，此刻有点沉沉的。女王陈玄，你是女王，谁是陈玄？本王还是别的男人？靠，这个阴晴不定的死男人！陆九婉无语的偏头斜视着他。就你也配当陈玄？人家的肉吃了能长生不老，吃了你的3天就拉干净了。说完，从衣袖中摸出一本厚厚的古籍，拍在他的胸口。他在这时候把这本书给他，难道里面记录着女王和陈玄的故事？真的有女儿国？荒唐！那应该是一本传奇。他把书递给身后的慕白，拿到我书房去。陆九婉坐在膳厅的椅子上，看也不看一眼从外面走进来的狗男人。帝江面不改色地坐到他的身旁。今日宴会可玩得开心？一般。哪里不满意了？多一般。帝江无奈，抬手解下腰上的荷包，放到他面前。都给你。陆九婉好奇地放下碗筷，拿起桌上的荷包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不带片刻犹豫，拉开，将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。一沓银票，一支茜杨枝玉兰花翡翠簪。陆九婉将银票自然而然地塞进自己袖子里，拿着簪子问他：这是给我的？帝江见他如此淡然地藏了银票，提也不提，好像银票根本就不存在过，内心有些好笑，点了点头。小兰花。正好，我也有东西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岳父大人说让我每天在你饭里加一点。他才懒得加，费事，直接给他不就得了？他想吃的时候自己加点不就得了？看来御史大人很关心本王，不如王妃陪本王一起尝尝，这定然是补身子的灵丹妙药。有病，他才不尝，有毒。你自己尝吧，我吃饱了。他站起来就往外走。去哪儿啊？不像你真的尝，坐下陪本王用膳。借个小手，你要一起吗？陆九婉耸耸肩出去了，借完手，洗了手，进门见帝江继续在用膳，那小瓶子就放在餐盘旁边。他走近，不确定地问：你加了？你外爹给的灵丹妙药。胡说。陆九婉这才放心坐下。晚饭过后，陆九婉就盼着他离开，他好独自一人，想躺就躺，想坐就坐，想吃就吃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本王今晚留宿在这里。今晚不行。为何不行？我今晚暂时不想要。本王说留下，并非是为了你所说之事。陆九婉敷衍的点头。帝江又气又恼，他明显就不信，驻足片刻，还是决定不和他辩驳，不然输的肯定是自己。帝江回到云鹤院，沐浴后便进了书房，一本厚厚的《西游记》正在案桌上静候着他。他坐下，身体得到放松，神色有些慵懒闲适，想到刚刚从陆九婉那里受到的气，弯了下唇角，抬手翻开桌上的书，书房静聊，抬头才觉时间飞逝，窗外已经漆黑如墨，
好一个陈玄，竟是个和尚，果然是他的王妃。好好一个传奇故事，被他改得面目全非。启禀王爷，王妃院子里丫鬟来说，王妃身体不适。帝江急步赶了过来，房间内一群丫鬟围在房间，试图将王妃扶到床上。滚出去！丫鬟们吓得心脏都停了一下，忙退了出去。不顾陆九婉挣扎，帝江将她放在床上，从袖口里拿出瓷瓶，将里面唯一的一粒药倒在手心，拈起来喂入她的口中。吞下去，吃了就不痛了，听话。他未发觉，他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耐心，怕他浪费这唯一的一粒药。他一手控制住他的身体，一手掐住他的下巴，迫使他吞了下去。陆九婉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，睁不开眼。药效并非一下就起了效果，帝江为了药便不再束缚他，坐在床边防止他翻滚下来。他身上的衣衫轻薄，全被汗水湿透，毫无保留地显露出他曲线婀娜的身材。帝江只觉得他肯定很难受。来人，准备沐浴之物。门外丫鬟忙应，他继续看着床上的人，他的状态慢慢平复，眉头仍然紧紧皱在一起。他伸手温柔地轻抚他的额头脸颊。没事了，好好睡，本王守着你。似乎这话奏效，他身上的紧绷缓缓消散，呼吸也平缓安静了些。看着他难得乖巧的样子，帝江眼底全是柔软，热水和贴身衣物都准备好了。王爷，奴婢该给王妃擦身体了。东西放下，出去，本王亲自来。白桃放下东西离开，内心却震惊不已。王爷竟然要亲自给王妃擦身体，亲自？王爷会吗？帝江看了眼盆里的热水，旁边擦身体的帕子，拿起帕子打湿，水温刚好，拧干帕子，看向床上的人，眼神温和轻柔。他轻轻擦拭他额头和脸上的细汗。帝江坐在床沿，一动不动看着床上的人，心境平和，安宁舒畅。他不是换到了解药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？难道他没有？不可能，背叛的下场绝对不是这么轻松的，那只能说明他没有服用。所以他想做什么？试一试不吃解药的后果，企图摆脱组织。陆九婉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睁开眼，视线从模糊到清晰，眼前是一张俊美容颜，轮廓立体流畅，剑眉浓密漆黑，睫毛纤长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轻抿。尽管睡着，他身上的天皇贵胄之气也一点不减。对于昨晚，他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，依稀记得是帝江在照顾自己。帝江纤长的睫毛轻轻掀开，微明的光线中，眼前是一张笑嘻嘻看着自己的美艳面庞。他的眼睛像猫一样又亮又灵动，摄人心魄。陆九婉见他醒来，收敛笑容，仍静静看着他，对视良久，猛然回神。什么时候醒的？身体可还有不适？帝江见他不答，观他气色还好，也不追问，偏头扫视了一眼房间内，微明还早。你再躺会儿。说着想起身，陆九婉伸出一条修长的腿，将他的腰身缠住。帝江偏头询问地看他，陆九婉迎着他的目光，有点依赖地看着他。这个发现让他心软，倒回枕头上，慵懒又温柔地问：怎么了？陆九婉不说话，将仍然挂在他的腰身上的腿收回，半撑着身子，不由分说地开始抽他的腰带。你身体欠佳，今日好好休息，不要劳累。陆九婉挣脱开，倔强又傲娇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回直接开始扯自己的衣带。帝江默默叹气，无奈又愉快，他逃不掉了。衣带扯开，露出里面桃红色的小破布。陆九婉挑了挑眉：你给我穿的？小破布，有点意思。蒙住天空的灰布被扯开，阳光从云层放出万丈光芒，霞光祥云，五彩斑斓，艳红的朝霞飞到了守在门外的丫鬟脸上。皇妃，画本终于出了，今日一个上午就一售而空，这还是掌柜专门给您留了一本。陆九婉睁开眼，接过画本子，随手翻翻，神色满意。他的短篇小说出版了，连续几天，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卖疯了，甚至出现倒卖的情况。帝江正和帝寻、谢明科，另外还有2个中年男人在商议事情。王爷，您要的画本？
慕白进屋，见大家都淡定喝茶，应该是刚谈完了事情，于是他上前将一本《女王的风流俏公子》递给王爷。帝江抬手接过，瞥见书名，嘴角一抽，欲将书塞进袖子里。帝寻眼尖，戏谑地开口：女王的风流俏公子？哼，哥，不过大半月不见，你的口味竟然变化这么大。不知道哥你还记得之前你让我少看一点玩物丧志的东西吗？帝寻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查询圣旨的下落，并不知道这竟然是他亲嫂嫂之作。谢明科轻笑一声，对着帝寻说：那可不是普通的玩物丧志的东西。帝江眼神清扫，谢明科住嘴。帝寻一听来劲儿了：什么好东西啊，还藏起来了？旁边一位中年男人几番欲开口，犹豫来犹豫去，和身边人对了个眼色，终于开口：王爷最近可听到关于王妃的诸多传言呢？右相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臣听说这画本……嗨，王妃取了个好名字，他都不好意思念。整个南锦城都在传，这画本乃是王妃所著。你说什么？顾雍无奈地看了眼帝寻，接着对帝江说：臣听不少人都在议论，说王妃写画本不合身份，更有甚者说王妃写的东西是妖言惑众，真龙天子至高无上，王妃画本中的女王有大逆不道之意。